我们未婚。洗不了。快过来，接见他。沈知县啊，原来你躲在这儿啊！我知道，傅成锦的死你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，但你也别太难过了啊！只要你继续跟着我，用你的特殊体质，我们一起投靠公家，你就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了。到时候你要什么男人没有啊？嗨，这就对了嘛！你这么抢了我一辈子，偏偏这一次，我愿意。红叶，哎呦，少夫人啊，少爷到底哪点配不上您啊？您就算不想和他结婚，也不能当着众多宾客和媒体的面如此羞辱他呀！这是我结婚的第2天，别一直不吭声啊！红叶，我知错了。傅成锦现在人在哪？少夫人啊，您在这儿跪了1天1夜，少爷就在外面守了1天1夜啊！我去找他。是我的心头血，这是一生命中最美的相见。太好了，还能再见到你。笑容更适合你的脸，再一遍。就算是今天嫁，我也会把你傅家搞得鸡犬不宁，直到离婚为止。你这是又想玩什么把戏？傅成家，之前都是我的错，奶奶罚我这1夜，我都想清楚了。1夜就想清楚？傅成姐，你怎么才能相信我？先把戒指找到。糟了，傅家那么多的佣人，找了那么久都没有找到。好，我会找到戒指的。你一定要信我一次。傅成姐，你要记住你的承诺，我一定会找到戒指的。我当时脑子真是进水了，怎么会把5克拉的鸽子蛋给扔了呀？知县，你在找什么？宋妍，你别再来找我了，我不想让傅成锦误会。你怎么了？你别碰我！这个蠢女人是不是疯了？知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昨天还说要大闹婚礼，让傅成锦讨厌你，好早点离婚，重新跟我在一起。不是说了要跟我永远在一起的吗？不是说要跟我生好多好多孩子呢吗？你放屁！你放屁！知县，你怎么突然这么粗鲁？傅成景又帅又多金，对我又温柔又体贴。说实话，我已经完全被他征服了。人帅活好，这辈子就认定他了。知心，你不是说要给我守身的吗？再说了，你在婚礼上这么羞辱他，他怎么可能原谅你呢？就是，还好他永远也找不到戒指。谁说他找不到戒指？戒指分明就在那儿。
老板，这戒指不是早就在您手里了吗？你有完没完？天都黑了，你还跟着我？我警告你啊，别再跟着我了！要是让傅成景知道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知心，你这……知心，我还要回来找你的啊！您助理啊，赵夫人，有事儿吗？天儿挺好啊，今天。啊，哎，你看这夜黑风高的。哎呀，什么东西这么晃眼呢？瞎了，瞎了！这个富家千金你不要，非要这个不知所谓的野丫头，不跟你说话了。园子里起码有5组安保的，你逃不掉的。你以为我要跑？打扮成这样不就是为了这？就是为了你啊！你看，你答应过我的，只要我找到戒指，就会相信我。我随口说的，别太当真。你以为戴上戒指我就信你？这样的把戏也不新鲜了。你还来不来玫瑰天堂啊？玫瑰天堂，风月场所。姐姐，你顶多算条蛆，让我们钓个鱼。姐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对渊哥？你不是要离婚跟渊……哎，思雨啊，你是不知道这名媛里多少眼线啊！我肯定得演戏给他们看呀。先表忠心，等傅成景放松警惕之后。姐，傅氏集团呢有一个新店项目马上要启动了，易安哥今天来啊，就是想让你帮他争取点内幕。他为了这个项目，好几天没睡好觉了。他没睡好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不是你今天这样对严哥，他委屈了找我抱怨吗？姐，说真的，傅氏集团这个项目一旦流出，对傅神景绝对是致命一击。放心吧，傅成景搞得定。好晚了，快回去吧。易安哥，别担心，他的心还在你身上呢，放心。那就好。他妈留给他的5000万和傅成景的资产，都是我的。哼，想要内幕，那不得让你付出点代价呀。喂，阿倩，最近有没有什么有情的小姐姐呀？有啊，接触年纪比较大，能接受吗？哎呀，不怕啦，帮我联系上就好了。今天啊，是咱们老大的放纵之夜，祝我们傅老大放肆愉快！你是我的宝贝。老大，我看你婚礼被下了那么大个面子，才叫了这么多美女来，你自己根本就不是打场子吗？哎，不是吧，老大，你不会真要为了那个沈之心守身如玉吧？没听到我自己怎么想的吗？
副总，副总，少爷，少夫人不见了。沈知县，我可没邀请你啊！对啊，是你自己告诉我话还是？你来捣乱！我来找我老公，关你屁事！傅成景，你是不是觉得家花没有野花香？那当然是家花香。老大，你刚来就走啊？这老大，这好不容易。是老大，老大。老公，头晕。还没装够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红姨，姐，喂，红姨，红姨，人在我这儿。少夫人出门前把裙子剪得好短，说是要留下谁的狗眼，说还有更刺激的惊喜呢。知道了，红姨，回去路上了。说吧，还有什么惊喜？还有，少夫人把您的床给拆了。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！嘿呀呀呀，嘿嘿呀！我房间的床沈知县，你想就直说。不行，我知道错了。你叫我什么？叫声老公，命都给你。老公，老公。我还有合同没看，你早点休息。难道是他不行？哎，老板，我卧室的床重新买一张。啊？夫人刚才打电话特意吩咐我，家里的床都是好的，千万别买。没完没了了。脑袋瓜里一天天都在想什么？不要，傅成景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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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傅成景，放开我，你放开我！知县，你清醒点！放开我！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你是特殊体质。你快回来了。
他们计划把你带回去做研究，你不在我身边，我 hold 不住你。hold 住我了，傅成景，我也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爱的人根本不是你。什么时候回去？知心，你终于来了，知心。傅神景也是个眼瞎，竟然肯用整个傅氏资产来换你。男的，说女的，赶紧给公家人送去啊！去。谢谢，知心，谢谢。说，那女人藏哪儿？在梦里，我对你又干什么坏事了？傅成景，我不要你死！我不是好好的在这儿。不管风月，我继续的理会，手术无愧，无惧人间是非。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喜欢我，你都拒绝我好几次了。我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不要我？知心，在你22岁之前，不能见血。不能见血，不能见血。对，之前我找大师算过，你的命理在22岁之前不能见血。傅成景，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怎么能搞封建迷信呢？照你这么说，每生理期一次都会死一次。不是那种见血，那是哪种？是的。早点休息。你还是不肯相信我，我心里已经没有宋嫣了。我只想好好当你的妻子。是我做了太多错事，我一定会让你相信我，我咬定你了。取项链的时候，夫人睡得很死，没有发现。绝不能让夫人带着这个玉佩，一定要隐藏她的身份。公家正在疯狂的寻找，放在梅园不安全，回老宅。是。这20几年，公家死了47人，失去的太多了。老爷，找到知县小姐，傅成景果然娶了她。只要有了她的血，公家就有救。知心在外太久了，太不可控，他的血也未必够用，还是让他赶紧生个孩子。可是傅成景知道我们的情况，怕是不会跟他生孩子，那就由不得他了。思雨啊，杨哥，你
滚！我看看什么动静啊？你没事吧？啊，爸爸，我看电影呢。爸爸，啊，您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事。要不是这个傅成景，你早就和沈志新结婚，拿到他妈那5000万遗产了，也不用这样天天偷偷摸摸的。不急，我今晚啊再去哄哄他，再不济偷偷领证，我们也是能拿到钱的。领证归领证，可不能有别的想法。放心，除了你啊，我谁都不碰。一拿到钱，我们就结婚。来吧，宝贝儿。干什么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两个谁啊？沈之心，我们知道你和沈之心的事，你觊觎沈之心母亲的5000万遗产，我们可以助你一臂之力，帮你拿到这笔钱，但是我要和你谈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这500万是定金。你们想让我干什么？我要你和沈之心生个孩子。不行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你们到底什么人？再说了，就算沈之心他1000万，事成之后再给你钱。好，成交。马上行动。1000万，事成之后再给你钱。思雨，易安哥哥怎么样？我在梅园转了一下午也没见到他，电话也不接。他最近怎么怪怪的？可千万不能让他跟傅成基产生感情，不然我们可就没机会了。思雨啊，你还得继续接近他，找机会帮我把他约出来。好。林泽宇那边的研究怎么样了？还是没有什么进展。副总，沈小姐的体质特殊，在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，请您还是先克制好自己，千万不能同房。9年了，每年几千万的研究经费，就这么点进展。您再给我1年的时间，我绝对研究出让沈小姐的血液一如常人的办法。尽快，加大投资，再给他找几个血液领域的专家。龚家人已经在搞小动作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来不及了。不行，得想想办法让傅成姐相信我。姐姐，他怎么了？姐姐，姐姐，我们不是说好了要扮丑，傅成景才会厌恶你的吗？啊，我这衣服是他给我买的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哎呀，傅成景啊，对你只是一时的热情，豪门的公子哥哪有不花心的？你可千万不要动摇。傅家家世显赫啊，只是外表。女人啊，这辈子最重要的就是幸福。像易安哥这样温润专一的男孩子才最适合你。是这样的。你结婚后啊，易安哥寝食难安，都要活不下去了。寝食难安快活不下去了，你又知道了？那是他没说才跟我说的。姐，你不会以为我跟易安哥哥有什么吧？怎么会呢？你可是我的好妹妹呀，那怎么能是绿茶婊呢？这绿茶婊啊，会千人指万人骂，挨千刀下地狱的。哦，
对了，我听说当绿茶的生孩子没屁眼儿，对吧？对，妹妹，你看我都忘了你来找我是因为什么事儿了。姐姐，你有什么办法偷偷跟严哥见一面？哼，我还愁没机会找你们麻烦呢，正好。姐姐，哦，我明天偷偷溜出去，让他等我。老板，这沈知心又要溜出去见宋怡安，果然她之前都是装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女人啊，咱不能放。不成姐，我心里已经没有宋嫣了，我只想好好当你的妻子。明天大门的安保撤掉几个，让他去。啊？知心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知心，我好想你啊。一安，啊？那天我也没有办法，安保实在是太严了。傅成锦没有把你怎么样吧？傅成景他缠我生日。知心，一会儿一定要守住啊！等我拿到那芯片项目，傅氏受到打击，他焦头烂额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机会了啊！我托傅成景的关系约了几个芯片项目的合作人，明天晚上10点钟约锁定。哎，老板，傅成姐，你回来了。这么冷漠。程景，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你们公司不是有一个芯片项目吗？宋一安他居然敢臭不要脸的要上门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你继续。他既然想利用我害你，那么当然要让他好看了。想得到。沈知心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是我的宝贝，像你的滋味，炎炎灼。好，给你们1个小时时间，一会儿见。傅总，你要对付他办法多的是，你怎么会？他想利用我害你，我当然要将计就计了。富士芯片项目的合作人都在里面了，我用傅成景的身份把他们约了出来，其他的看自己了。这就是宋大公子。是，有点姿色，一会儿刘姐肯定喜欢。坐，您坐。听说你想要讯伟集团的芯片项目？是。你凭什么？这不是有诸位的关系在吗？那就要看孙公子今晚的表现了。那是当然了。我敬大家一杯啊！好，来，喝酒，把这个喝完了。该死的沈知心，他说傅成景手上拿到资料不是轻轻松松，居然让我来讨好这些人。喝酒，把合同签了不完是一天。醒醒！刘姐，这边请。这个就是你说的新来的？是。看着不错，干干净净的。
可这么醉，能不能行啊？能行。Oh baby, oh baby, oh baby. 我操！哪来的老女人？你谁啊？你把我当什么人？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样子，你也配碰我？你说什么？还想跑？拿下！给吧，爷，怎么会这样？沈之心那个臭女人，居然敢坑我！怎么会？他明明之前还对你死心塌地的。不管他发什么神经，他应该是已经变心了。我们得赶紧想办法弄到那笔钱。我想想啊，喂，妈。思雨啊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你爸出差回来了。我爸回来了。嗯，我马上回去。等会儿，你爸要是知道这遗产的事儿，肯定会配合我们的。对哦，对哦，沈之心不管谁都不会不管我爸的。5000万的遗产，怎么可能？我是亲眼看到他咽气的，怎么5000万？哎呀，叔叔，这只能说明他根本就不够信任你，所以才偷偷立下遗嘱，把钱都交给沈之心。要是有了这5000万，公司就有救了。可是这钱是知心的，这有什么的？要不是我们一家，他早就死了，我们还白养他20年。那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？叔叔，什么？爸爸得肺癌了？爸爸这次真的病得很严重，姐姐，你快回来吧。怎么会呢？上一世这个时候，爸爸的身体明明还好好的呀。姐姐，你快回来看看爸爸吧。好。爸。思雨，你是不是跟你姐说了什么？爸，家里都这样了，为什么还要瞒着姐姐啊？爸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姐，其实吧，爸爸是不让我告诉你的。爸，傅家名下有医院，我去跟傅成景说一声，让他给您请最好的医生诊断一下。妈自己能搞定，哪能麻烦他呀？姐，你赶紧劝劝爸爸吧。爸，姐也刚回家，你俩啊有什么事慢慢讲。姐，你好好劝劝爸爸。你好像并不是很担心爸的病情啊。没有啊。爸，你怎么样？你们给我喝了什么？伯父，快把他弄到房间去，只要给我们拍点美照片，就不怕他不爱我。到时候不仅是那5000万，傅家资源也是予取予求。傅成景不会放过你。别担心。放开我！你以为他会在乎你啊？要是被傅成景看到了你们之间的暧昧照片，一个被卸完的女人就跟垃圾一样。把衣服拍了，拍照。活该被人。姐，开门呀！你居然敢设计，害得我差点被那群人要干什么？
就算他再爱你，也接受不了你从里到外都糟。只要让你生下孩子，先生那可是有大赏啊！先生是谁？等老子把你办了。不肯说，那我可能不陪你演戏了。没想到，你以为我还像以前那么蠢？要干什么？怎么办？宋一安这次来真的了。这件事让副省警知道，那就麻烦了。不会的，其实一定不敢告诉副省警。谁说的？副城警很快就到了。你怎么？你们不会真以为我喝了那杯茶吧？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个居心叵测的后妈和妹妹，还有一个根本不把我放在心上的父亲，怎么会连家里的一杯茶都不敢喝？你怎么跟你爹说话的？啊？我没有你这样的爸。你再说一句。我给过你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我们所有的父女情谊，从你刚刚把我抬进房间的那一刻起，你个逆女！你怎么才来？那，去给你搜罗这些了。1个小时就要这么多资料，你给我的时间可不多啊。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是谁呀？你们谁呀？放开我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戒指，戒指！老板，不好了，房间那男的跑了。这，你们放开我！你们谁呀？逆女，马上叫他们给我放了！沈先生，看清楚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。就不用一口一个逆女叫了吧。我倒是想瞧你，我养了你20多年，你竟然敢查我！好呀，我就告诉你，沈志新，你知道你是什么人？野种！你他妈是野种！野种！说什么？当初要不是我愿意收留你母亲，给你母亲一个名分，你能活到现在？啊，还嫁入豪门，当上少奶奶。我当初要是知道你这样，我就掐死你，还攀上了傅家这个大树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沈深海，你就从来都没有把我当过你的亲生女儿吗？我教了你20多年的爸，从来没有。让他别说话了。你干什么？啊，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吗？啊！执行！爸爸说的都是气话，你怎么知道也是姓沈的？如果你放过我们，我们以后还是一家人。你们自己选，想进去多长时间？这一沓够你们吃1年。沈深海偷税漏税不说，恶意竞争事件层出不穷。3年前醉驾肇事逃逸。李玉娟，你的美容院医疗事故不下3起。沈思雨，校园霸凌致人残疾、诽谤、诈骗。这一沓你们家3口，这一沓宋义安的。法治社会，懂？上一世我真是瞎了，放着优质男不要。哎，这病房在干嘛呢？才住了1天就往外搬东西。嘘，我听说啊，夫人要换一张2米的大床，方便滚来滚去。你醒了？
哪有赔偿家属跟病人是一张床的？那我这不是心疼你吗？傅晨景，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呀？现在觉得我好，之前还是我强迫你，说我是……之前是我不懂事儿，不舍得说。你这张脸长得太招人了，不好。难道你的不是？要不然宋一安他……你别跟我提他，我现在听到这个名字就烦。沈之心，你为什么一夜之间变这么懂？就是突然看清了他的嘴脸。一觉睡醒就看清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觉得以前那个纯纯我更好？还是你……沈之心，告诉我理由。告诉我理由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非我不娶？傅成景，傅成景，之心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小哥哥，小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你流了好多的血啊！走，去那边。奇怪，我刚刚就像做梦一样，梦到了年轻时候的你，你还受伤了，流了很多的血。以前的事你要想起来。先别说了，先配合做检查。暂时看不出什么异常，但是人脑的海马体结构很复杂，不排除夫人因为磕到脑袋，大脑受到刺激，开始慢慢回想起之前忘记的事情。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延缓他恢复记忆？先生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把沈之心弄出来。意图都暴露了，这样对他，他怎么能再相信？周先生，我肯定还有利用价值的。您要不再考虑考虑？只要您不把我送到傅成锦那儿，我什么都可以做的啊！周志清，先生，沈之心的秘密我都知道，只要你肯帮忙，我肯定会让他生下孩子的。而且，公家的秘密我也知道了。沈之心写的事儿，你也不想让我说是吧？让他闭嘴，永远说不了话。沈公子，你会后悔的，沈公子，你会后悔的，沈公子，沈公子。找这样的人做事也就算了，你是不是透露太多了？是，我原以为谢小姐和他最为亲近，她又是个贪财之女，所以才见钱眼开，成不了事。魏家那方面有什么消息吗？他们答应了。魏晨风和傅晨景，他们从小长大，只要他能为我所用，亦能重创傅晨景。陈峰，你从小和陈景一起长大，你现在背信弃义投奔公家，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对得起？你让我怎么拒绝？公家曾经是那么一个庞然大物，瘦死后的比马大，他动了手指就能捏垮我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。那你也不能背信弃义啊！从小你们就说我不如傅成姐，现在我有靠山了，我有机会把傅成姐踩在脚下了，你怎么不愿意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夫人现在随时可以出院，只是夫人已经开始慢慢恢复记忆了，拖不了多久。以后每半年我会带她来存血，注意你这边的保密工作，确保所有参与治疗的医护人员全部签了保密协议。存血的事情给我烂在肚子里。有需要的话，我会通知你上门取血。好的。
老板，夫人跑了。17应该寸步不离的跟着他才对啊。17是您放在夫人身边的保镖吗？先回梅园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。少爷，这是？老板，找不到了，17的定位器失踪了。少夫人又跑了。全城搜索。是。我可以解释。17，老板，别怪17，都怪我。一大早上我跑出医院，然后。哎，我得找个人来帮我。17来着17，你快出来，我有事找你。不出来是吧？好，看到这个墙没有？你要是再不出来，我就把脑袋在这墙上撞个大窟窿。你出来！3、2、1。嘿，我早就知道副城警派了个人24小时跟着我，原来你长这样啊！你要我做什么？定位器给我。17，你给我站住！累不累？来，不追了，来，给我！然后你知不知道关了定位器有多危险？我想给你个惊喜。我给你的惊喜。太好了，少夫人是真的想通了。一大早逃出医院，就是为了忙活这个。对啊，咱们虽然办了婚礼，证还没领呢。你这么千载难逢的好男人，我当然要赶紧抓在身边了。何成景，你不会要拒绝我吧？怎么会？这不是结局，如果我还爱你，我很高兴，你眼里终于有我。你就是唯一。如果你听到不用补了，已经很好看了。我这不是第一次去领证吗？多少会有点紧张的。现在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，走。坏了，领证是不是要提前预约啊？预约过了。什么时候预约的？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会来领证呢？之前那个大师跟云深说今天是黄道吉日，没想到那小子真信了，就提前过来预约了。哦，那这大师还真是神准啊！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他了。走，结婚去。哎，我们副总真是江南第一深情啊！这自从沈小姐20岁生日之后啊，咱俩就天天见。明天不用见了，这个证啊，终于从我手上发出去了。再见，再不见。我终于可以睡懒觉了。明天是我们副总夫妻生活的第一天。什么？领证了？哎呀，你糊涂呀，老大！就沈知心那个女的，这嫂子签字绝色，和老大绝配，神仙伴侣。你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啊？你还是早点离婚的好，
你就是演过那么多戏，你还相信啊？哪天又像婚礼上一样，让你下不来台了？哎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我就是通知你们一声，以后这些声色场所就别喊我了。老大，哎，这就走了呀？老大，都怪你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把老大气走了。什么？沈之心跟我哥领证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知道又能怎么样？你哥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跟你奶奶都管不住他，你闹什么？我哥到底看上那个女人什么了？我因为那场婚礼，我不知道被我朋友嘲笑了多少遍，这么久了我都抬不起头。沈之心当初这么大闹婚礼，侄子一定又想摘什么幺蛾子。我可受不了这样的委屈，不行，我得去梅园找我哥去。他不在梅园，他出差了，不在南城，你去干嘛？我哥不在，那就好办。红姨，傅成景他出差几天啊？少爷他没说啊，以往也就4、5天吧。怎么，你想他了？没有。喂，沈之心，奶奶都被你气得生病了，你快过来看看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少夫人，谁的电话？傅恩珠。恩珠小姐，她找您什么事儿？她说奶奶生病了，让我回去照顾。这您还是跟少爷说一声吧。恩珠小姐被宠坏了，上次您大闹婚礼闹的场面不好看，恩珠小姐一直怀恨在心呢。这次喊您回去啊，怕是要逼您受罪，让您离婚呢。毕竟是我自己惹的祸，肯定要我自己解决的。以后都是要跟他家人相处，不能每次都让他护着我吧。少夫人，要是受不了了就回梅园，少爷会理解您的。整天咋咋呼呼的，你急什么呀？上次婚礼的时候，我答应过程景，再给这妮子一次机会。再过些时日，她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。你急什么呀？哎呦，奶奶，您都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他闹的这场婚礼，让媒体把咱家写得多丢脸呐！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，不能让他在傅家作威作福。哎，你哥越是执迷不悟，越是要让他俩呀在一起磨合一阵子。沈之心要是一直这么作，程景不可能忍得下去。哎，不行，我现在就忍不了了，我一定让他立马现出原形。奶奶，好了好了，你这孩子呀，我这次一定要给他颜色看看。奶奶，知心来看您了。奶奶，你没事吧？沈之心，你怎么才来？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闹婚礼，奶奶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你要是识相的话，就主动跟我哥离婚，离开傅家。奶奶，婚礼上的事是我不对，让您生气难过也是我的错，我会想办法弥补的。但是和傅成景离婚不可能。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以为你这么想好啊，你不离婚，那就弥补错误。你就在这儿尽到做傅家媳妇的责任，好好照顾奶奶，哪儿也不许去。好，奶奶吃饭吧。你就这样逆不开我？你把碗拿来，喂奶奶。你那么刺激，一点小事都干不好，你凭什么嫁给我哥？没事，奶奶。你怎么不知道躲呀？你又在这装可怜是吧？恩珠，你过了啊！哪还有点富家大小姐的样子？奶奶，
你不是跟我同一阵营的吗？你怎么就是伤了人，性质就不一样了。我看你是被宠坏了，快去叫医生来。早着呢，我一定让你好看。对不起，死的仇人全是老妹呀！老夫，整个傅家都被你毁了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你不委屈，不觉得恩珠做的过分？这算什么？我对不起傅家的，何止那场婚礼？谈不上委屈。我知道恩珠是心疼程景，怪我之前不知好的。好了，不吃了。你也知道，他是故意折腾你。我呢，也没病，也不想吃的这么寡淡。真的？那我带您去。奶奶，好了吗？奶奶，您不是川渝的吗？是不是很久没吃这一口啦？奶奶，您尝尝，是这个味儿不？上周。一报官，万恩是眼睛看相；二报官，南墙头的八路线路；三报官，早点后回上架；四报官，杨好；五报官，曹太师皇亲国丈；六报官，后国。奶奶，您吃好了吧？好，那来2杯芋泥波波奶茶。知心呐，这个店怎么会这样？就喝这么个奶茶，还要亲嘴儿？这是芋泥波波奶茶，不用打杯儿。尝尝。噔滴噔噔，孩子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你会突然间变得这么快？来，过来。奶奶，傅晨景他真的对我很好，不想让他程景对你的好，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。奶奶，他还为我做了什么事儿，是我不知道的吗？你要想知道呀，就上来陪陪我吧。奶奶。哎呦，这不会留疤吧？没事的，奶奶不会留疤。好呀，咱要小心点啊。奶奶，你等一下再吃，我给你准备好东西。奶奶，你不是说好给个小美薇吗？你怎么？恩珠，你别过了。我看知心呐，这一次可是用心改过了。奶奶，我给您订一些泡菜，让您佐粥。好好好。你也尝尝。不好订啊？好订的，你快尝尝吧，可好吃了。我才不吃你的东西！哼！
一会儿带我到哪儿去玩啊？今天我们去动手。什么意思？哼，沈之心，不就再让你笑一会儿，我哥马上就回来了，看我给你安排一场大戏。奶奶，你一个我一个。嗨，我要他干什么？情侣间的小东西啊，留给程景。是我们俩做的，他干什么？我们两个享受过程就好了。奶奶，挺晚了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奶奶，您这是？你陪我玩了这么长时间，让我体验了年轻人的生活，就当做是报酬了。嘘，有人约你明天下午3点见面，恩珠小姐会在下午3点前回来。你要出去的话，注意好时间。我保证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知心，明天老地方见。哥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沈之心都跑了。哥，回来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哥，我听说你出差了，就想着把沈之心接过来，好好培养感情。谁知道他当老师了1天，我就听有人说，这沈之心拿着纸条一声不吭的开车跑了。他人还能去哪？就宋逸安了呗。哥，你朝我凶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沈之心的心根本就不在你身上。你别跟我说这些。恩珠，太让我失望了。奶奶，奶奶，这沈之心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了？你就这么相信他？奶奶，程景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可惜没买你的份儿。这是什么？迷魂药。哥，他表面上是去买这些，实际上就是去私会宋妍了，不然这纸条怎么解释？不是，怎么说得上？没事儿。哥，你不关心他是不是跟野男人幽会，你居然在这关心有的没的，你真的要被这个野女人逼晕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想给奶奶做饭，不小心烫伤的。知心，别再替他隐瞒了。傅恩珠，跪下！奶奶，连你也帮他？傅恩珠，我们真是把你宠坏了。这些年，你哥吃了多少苦？有一次还差点没命了。哼，你倒好，娇生惯养的在家里，现在越来越没分寸了。跪下！差点没命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恩珠，为什么你这么肯定纸条是宋逸安给的？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？哥，你别冤枉我。除了宋逸安会给沈之心寄纸条以外，还能有谁？哥，你别怪我说话狠心，说不定这沈之心不知道给你戴了多少顶绿帽子啊！安珠，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怎么会？我要给你看这个。就算我不用手机，我要约个人，最起码也知道打个电话。谁有蠢的往家里递纸条？这上面的字
不是你的又是谁的？我们老傅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儿？不仅坏，还蠢！奶奶，我宋玉安现在通缉犯。所以你回来，是因为他受伤了。回芝加哥继续你的学业吧。奶奶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别回来。你说恩珠叫你回老宅能有什么好事？没事儿的，你怎么这么傻？医生说了，我这都是小伤，会了吧呢？再说了，我又不只是嫁给你一个人，而是嫁给你整个家庭，不想让你为难的。好了，你别生气了，加一个吧。少爷，夫人来了。恩珠不是小孩子了，她做错事确实应该惩罚，但是你也不能做得那么绝吧？你把沈之心这种平民女孩娶回家，任由她胡闹，我都算了。我就是想知道，你为什么这么看重沈之心？你对她真的只是一见倾心，这么简单？妈，你想说什么？我今天来就是想知道，9年前你差点丧命时出现的女孩，是不是就是沈之心？谁告诉你这些的？少夫人，不是说有事就先回梅园吗？红姨，今天奶奶说程景之前差点死过一次，您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儿吗？谁告诉你这些的？我自己猜到的，否则我不能理解沈之心为什么那么特殊。程景，你喜欢谁都可以，如果沈之心是9年前那个女孩的话，是万万不行的。傅家已经经历过一次动荡了，难道还要再经历一次吗？这辈子他都会在我的庇护下生活，没有第二种选择。万一龚家人找上门来，程景，我们在明，他们在暗，傅家是付不起这种代价的。我不再是9年前的这件事，免谈。少爷曾经受过一次重伤，具体我也不知道。您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，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在住院的时候有记忆，但不完整。你们在隐瞒什么？哎呦，没事吧，少夫人？佛爷，是。放开我！我求你啊！傅成姐，不要再受伤了。怎么突然说这个？没什么，就是还没履行夫妻义务呢。不要你离开，记忆的。这就是你说的夫妻义务。约会怎么不算夫妻义务呢？尝尝，是吃一个嘛。傅成景啊，傅成景，虽然你身为堂堂傅氏大总裁，但是这些人间美味你是肯定没有吃到过的。太帅了！新冷系大帅哥，居然有女朋友了，真太可惜了。也不一定啊，可能只是亲妹妹呢。不是问我怎么知道？也对，这么帅，哪怕有女朋友，我也要挖墙脚。走。帅哥你好，我想问你借个东西，可以吗？借什么？我手太冷了，可以借一下你。亲爱的，据说我真已经不在身边，我却彻夜想念。
你说什么？知心是9年前那个孩子？是啊，妈，沈知心就是公家的孩子。怎么会？我认定的孙媳妇儿竟然是公家人。你爷爷和父亲走得早，你一手扛起了傅家。程景啊，你一直也没让我失望过。你竟然娶了公家的女儿，还让我帮忙保管公家的信物，荒唐啊，荒唐！我们傅家和公家明里暗里斗了几十年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公家人做事不择手段，他们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要把知心留在身边。我也喜欢知心这孩子，要是只是简单的竞争对手便算了，公家毕竟消失了10几年，可公家的女儿迟早要没命的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奶奶，难道奶奶在知道知心的体质以后，就再也看不到她其他让你喜欢的品质了？先起来吧。妈知道，9年前是沈知心救了你，但你要报答他有很多种方法，为什么非要娶她，留她在身边呢？少夫人，这是在干什么呀？啊，我就是来看看傅成景，他没空的话我就先走。但你要报答他有很多种方法，为什么非要娶她，留她在身边呢？难道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报答我？并不是。你别告诉我，9年前你就喜欢上了个12岁的小姑娘。我还不至于变态。当时没有，那从那之后你一直暗中关注着她，你除了事业之外，你的心思全在那个小姑娘身上。你已经护了她9年了，你还把她娶进门，你到底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？如果沈知心对我见死不救，我就死在路边。9年后的现在，我与你留下来。我已经认定了，初心不改。程景啊，你这么做，沈知心他知道吗？他不需要知道，公家的一切对他而言太沉重了。我只要他活得开心。不管什么结果，不后悔。碧云呐，在事情结束之前，别让恩珠回国。妈，你怎么还想不明白呢？难道你是为了保护恩珠？一半一半吧，他在那边过得也不会太舒服，他的性子该磨磨了。唉，知心呢是个好姑娘。是的，奶奶。少夫人，红姨呀！哎呀，我的乖乖，这是怎么了？来，我都听到了。9年前傅成景受伤那次，差点死了，是公家做的，对不对？9年前我就已经跟他认识了，是吗？少夫人，您都知道了。红姨，您就告诉我吧，反正我早晚都会知道的。其实啊，我也记不大清了，只记得9年前您陪着满身是血的少爷一起回来，少爷叮嘱要把您留在梅园，就昏迷了。9年前我就来过梅园。那时候您说您叫囡囡，没有其他的名字。我们都知道您救了少爷2次，您是少爷的救命恩人。那个时候啊，您一直管少爷叫小哥哥，我都没有认出来呢。那时候的小人儿居然嫁给了少爷。少夫人，
邵夫人。原来是这样，红姨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去休息了。但你要报答他有很多种方法，为什么非要娶她，留她在身边呢？我们都知道您救了少爷2次，您是少爷的救命恩人。我是他的救命恩人，所以他才会对我这么好。再过1年时间，我跟你离婚，还你自由。所以过完这1年，他就不要我了。想什么呢？想什么呢？傅成景，你喜欢我什么呀？喜欢一个人需要理由吗？你就告诉我嘛。早点休息。原来你只是为了报恩啊，怪不得一直拒绝我。这都什么？这东西你们这9年部署的商业版图。彭老爷，我们也没想到傅成景的手伸得这么长，联合商界给了我们多个合作项目，让我们造成一个成功的假象。这1个月以来，不断有合作对象的反水，他们都说傅家开的条件更好。20年了，从工地人逃离公家，偷偷上下，从知青开始，一直走下坡路。9年前，越不是傅家作梗，我找到安恩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公家重新崛起的时刻。不能再等了，不能再等了！去，把魏家那小子给我叫来。魏晨风，来了。你疯了是不是？你竟然在竞标会上公开放水给公家项目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不过就是给公家几个项目，怎么？你明知道傅家跟公家不对付，你怎么可以背叛老大呢？那他傅成景怎么不来找我？我们做的事情根本撼动不了他傅氏，他什么时候把我们放在过眼里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老大平时那么照顾我们。从小就是这样，这一点好处就让我们马首是瞻。这声老大你叫的情愿，我可跟你不一样，你就守着那几家小公司，到死吧。今天的事儿我不会告诉老大，但是我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到此为止了。你以后要是再敢做对老大不利的事儿，就是站在我的对立面。他傅成景养了我这么多年，凡事都要高我一筹，总不能怪我攀上公家这棵大树。魏晨风，顶入神之前，找机会下手，在盒子里下药。放心。什么时候会做饭了？跟红姨学的。老公，你快坐嘛。你辛苦了。
怎么了？你对我真好。我一定要让你告诉我真相。你少喝点。没事，才7度，我再不能喝也不至于一杯就倒了。你看，下不为例。那我买点新鲜的。我不玩。为什么？难得一次，玩嘛？我不会啊。现在好好睡去。刘星，开，喝。老公，你告诉我9年前发生了什么好不好？你不是问过红姨了吗？你都知道了，我就想听你告诉我嘛。9年前，我父亲因为意外去世了。那个时候我才18岁，无心家族事业，根本没办法掌控复氏。父亲一去世，周围的人都虎视眈眈，不仅父亲的螃蟹县的折腾复氏，还有我们自己。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，你流了好多的血啊！走，去那边。所以奶奶说你那次差点没命，就是这次。是这个，他们没有放过我，甚至还差点害了你。我在医院的时候，你常来看我，又救了我一次。你的记忆也是因为这样缺失的。没事，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我救了你，对吗？你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？你为什么要娶我？我就说，我之前那么蠢，那么坏，你那么好，怎么会喜欢我？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才不要逆身相许！跟我来。不要！不要！傅成杰，你要带我去哪？快放我下来！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怎么会有我的照片啊？
变态！在你救了我之后，我的人每过一段时间都会给我你的照片，让我确定你的安全。后来我们有过很多次重逢，只不过你都不知道吧？往在这拍吧。好的。既然现在已经知道答案了，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？程景，你怎么了？我来帮你。你等一下，我去拿水。你来了，快来吃早餐。你昨天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跟你说了不要紧，你为什么就是不听？你怎么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到底在酒里动了什么手脚？我就是在2瓶不一样度数的酒给换了一下而已，没想到你会这么醉的。你酒有问题。什么？老板，您怀疑的没错，里面确实有催情的成分。是哪个样品里面有药物？这2个贵的没有，然后这2瓶是梅园酒窖的酒。那至于这2瓶，这是夫人去的进口超市。这个女人一直鬼鬼祟祟的跟着夫人。接着查。是。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，他为什么要害我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，他为什么要害我？是公家出手了。公家？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公家和傅家已经是很多年的死对头了。20年前，公家发展到顶峰，一家独大，拥有着让人无法撼动的资本。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？就在你出生不久后，公家全家搬迁到了国外，从此销声匿迹。为什么？难道是跟我的特殊体质有关？但是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，我只知道他们需要你的血。魏少，你交代我的事，我可都做到了，这不得奖励我一下？喂，谁允许你在酒里放药的？哼，楠楠要是身体发生不良反应，吃了你都不够陪葬的。是您说的，谁对傅成景动手会被重赏的。你对傅成景怎么样？我不管，但我要重申一遍，沈之清是我公家的宝贝，起码身体是，懂吗？傅先生，我跟您3令5申的强调过，不能碰，不能打，那会出事儿。你别跟我说这些废话，我现在问你怎么办，还有没有补救的措施？开刚没有回头奖，沈小姐的体质还特殊，只能等到。那到底什么时候能研制出来？那是血液用药，哪有那么快呀？您昨天喝了多少红酒啊？至少1瓶。现在红酒里只有1点余量，暂时看不出其他成分。但我敢保证的是，它里面还有别的毒药的成分。毒药？知青的报告呢？他怎么样？沈小姐的报告里并没有这些毒药成分的残留，但是您在喝了1瓶红酒之后还跟她发，
发生了剧烈运动，这样会让毒性放大几10倍啊！那还好，冲我来的。你还是先赶紧查清具体的来源、毒药的成分和具体毒是谁写的，这样会对您的治疗有帮助。越早查到，对您的副作用越小。执行的要优先，不用管我。有消息了吗？那个女人是谁啊？你不用操心这个，都交给我。可是，那奶奶说你最爱喝的芋泥波波奶茶。奶奶也说了，喝奶茶之前要打啵儿。干嘛？还想打啵儿？明天我休息，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？真是享受人生啊！哎，芒果我要的。每次吃了都过敏，还嘴馋，不许吃。长姐，不长久，我们来拍张照吧。傅成景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合影哎，以后我们经常一起出来玩吧，和你在一起，做什么都行。动了吗？这浮标是不是动了呀？你耐心一点，你坐都坐不住，鱼怎么钓得上来？不好玩，钓鱼钓不好玩。可以起竿了，快！遇上狗了。1个月了，还查不出来吗？老板，每次查到关键的线索就断掉，就好像什么？好像对方知道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一样。你是想说，对方是我们身边的人？身边的人？之前魏少有过失误，让公家人拿到几个项目，会不会？准备了这么多年，是时候开始了。老板，您这是？现在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。这封信我已经做过公证了，如果我有什么不测，这封信的效用如同我本人。老板，陆成景，我最近觉得好奇怪啊，每天又饿又累，除了吃就是睡，睡醒了再吃，吃了再睡，好像一头猪啊！少夫人，您不会是……夫人这是怀孕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呀！注意孕妇周遭环境，小心各种传染病。好，我要当妈妈了。我们那次喝酒了，会不会对宝宝不好啊？目前的指标都正常，其他的要看以后的产检结果，现在暂时不用太担心。妈，沈之欣她怀孕了，真的？妈，你也知道公家的传闻，她的孩子或许也有公家需要的血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富家的儿孙如果连自己的孩子都护不住，那才是最大的耻辱。
妈，你的意思是？傅成景，我们有宝宝了，你不开心？知心，有件事我不能再瞒着你了。什么事啊？关于你的特殊体质，准确来说，是你的血。准确来说，是你的血。我的血？怎么了？世界上除了你知道的那几种常见血型，还有20多种特殊血型。你属于弱 A3亚型血，具有很强的特殊性。即使有另一个跟你血型一样的人，你们的血也不能混合。那又会怎么样呢？如果你生宝宝的时候有什么意外，出血了，你就不像其他人一样有血库可以用。那怎么办啊？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这些的，你得从现在开始做准备，少量多次的存一些你自己的血，以防万一。这样我还有多大的事吗？放心吧，有你在呢。傅成景，明天陪我去个地方吧。少爷，赶紧来拜一拜吧，很灵的，一定能保佑你度过这次的商业危机。王爷，我不信这些，你知道的。当灵魂于春日与他相邻地址板上，为民臣子泉下亲自告知。当明星于历史不求，慷慨送子之愿后人。望佛祖庇佑慎之心，一生平安。重来一世，佛祖保佑我和傅成景能相伴一生，宝宝健康成长。你刚刚许了什么愿？我啊，是吧？坏了，我应激反应越来越严重。你说这不听话的小东西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？你干什么？不至于。至于。王医生，孕吐是正常的，尽量满足孕妇的需求，保持心情愉悦，能吃下什么吃什么，没有错。知心，你想吃什么？螺蛳粉这么好吃吗？啊！不是说爱一个人要爱屋及乌的吗？那咱们晚上吃什么呀？要不一起吃个螺蛳粉？算了，明天再吃吧。晚上我想吃炸鸡、烤冷面、烤肠、炸串。不行，我怕外面东西不干净，会不会对宝宝不好？
我有办法。老板已经把小吃街的秘方全都买下来了，食材也准备好了。这么快啊？那我们让厨房现在开始。我准备好了。公家那边有什么动向？他们花大精力争取的项目，基本上都是我们设置的陷阱。他们的商业计划难以开展，跟我们预料的一样啊。别把他们逼得太紧，适当给点机会。知青现在这个情况，我没有办法专心对付他们。可是，如果他们的关注点都在知青身上，我怕他们会发现知青有病。您的意思是，夫人心在我们这儿，他们会打孩子的主意？公家这些年在国外的研究一直没有停下来，应该是发现了什么药物可以延缓他们的遗传病。再加上这几年也没有他们孩子早夭的消息，至少趁这个空档，我们也可以喘口气。老公，你说你好好的发什么嗲，吓我一跳。老公，你天天给我当大厨，工资都不管了吗？正好让云深试试我当老板的感觉，看他还给不给我听。你当我是小狗啊？老子摸我头！知青啊，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。我要离开一段时间。去吧。你都不挽留一下的吗？没心没肺的小那总不能我怀胎10月都让你陪在我身边吧？17会陪着你，还有云深。到时候有什么事我来不及回来，你让他们帮你。梅园的佣人太少了，调个人来暂替红衣管家。哦，对了，老板，你看这一批，这是我们一直备用着的，可以从各个园子里抽调来的自己人。我好像见过他。哦，这个是红姨的侄女，老宅一直用着的，背景很干净。就他吧。动作快点啊！你得从傅家老宅出发，要不然肯定引起怀疑。别把我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搅黄了。知道了，马上就好。记住你自己的一言一行，别让别人察觉你是个冒牌货。你的任务就是保证傅成景死期将至。老板，您身上的毒，去看一下林泽宇那边的研究怎么样了？可是您的事。夫人，喝下午茶。我现在金贵到要吃这么多东西了吧？夫人，您都这么瘦了，还是静养比较好，不然我们也担不起责任。夫人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活动一下。刚刚那个女孩新来的。资料上说她是红姨的侄女。资料上？夫人，那个女优有点问题。什么意思啊？一般像我和云深跟老板时间长的称您为夫人，但是像红姨和老宅那边的人，应该称您为少夫人。啊，你太敏感了，一个称呼而已，先忙去吧。你是谁？公家派你来的？
夫人果然聪慧。少废话，你说傅成景中毒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不是多亏了夫人您的红酒吗？什么？是我让他中的毒？夫人小心，如果你有机会见到宫老爷子的话，他会给你解药的。夫人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都吐了。夫人注意身体。傅先生，这份协议是什么意思？这只是为了应对一些极端情况，不用放在心上。傅成景，你告诉我，极端情况，什么极端情况让你需要提前立遗嘱？知县，这只是一份协议，并不意味着有什么事情会发生，只是万一，你明白吗？我不明白。傅成景，我不想要你的任何东西，你的什么股份、不动产我都不想要，我只要你。我只是当时和你提到我父亲的离世，如果他也立了一份这样的协议，我面临的情况就会好很多。所以我想做好这个准备，仅此而已。那你答应我，不许做任何危险的事情。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，这就是一场没用的废纸。哎呀，夫人，您找我们？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啊，没有，我们怎么有事瞒您呢？还装傻？我问你，傅成景是不是中毒了？不是，老板怎么可能会中毒呢？没有啊。是公家干的，对不对？夫人，您怎么知道的？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我现在就想知道他的毒到什么程度了。夫人，不告诉您呢，是怕您担心。不过夫人您放心，研究所已经对药物的成分进行研制解药了，很快就会有好消息的。很快？很快有多快？研究所制药光是试药就要很长的时间，你们要让傅成景当小白鼠吗？你老实告诉我，彻底解毒的药剂要多久才能研制出来？如果对病毒的序列有突破的话，1个月就可以。如果没有，傅成景就会一直忍受着这个毒，甚至有可能会死，是吗？17，云深，我需要你的帮忙，我要一个人见宫守义。夫人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都会被受罚的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怕受罚？要是傅成景倒下了，怕是这辈子都没人能罚你们了吧？夫人，公家的实力我们还不清楚，贸然接触怕是太过危险了。敌人在明，我们在暗，很容易考虑上不安全。万一有个闪失，我一个人离开梅园，一定会被傅成景发现，也会有危险。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，让宫守义一个人来跟我谈判。明天我要在梅园见到宫守义。夫人，你这么做太危险了。好，我来安排。你疯了！万一夫人有什么后代，你当……老板的身体已经出现症状了，
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毒在他体内存留太长时间的话，是什么样的后果。世奇，你不用担心，虎毒不食子，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。够了，我不想等，也不敢等。是，夫人。明天等着看好戏吧。准备一份解毒剂，明天交给我。老爷，您这是要？楠楠9年前伤了脑袋，他的记忆力有所缺失，该去试探一下，他记忆力还有多少？如果他对我们公家的事一无所知，那事情就更好办了。夫人，我们在园子里都不多人手，你注意和他保持距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们到时候看我手势，我只要一摸鼻子，你们就试试上去。楠楠，我的楠楠，楠楠，真楠楠。您是我姥爷。楠楠，长这么大了，和你妈妈年轻时候长得一模一样。我没见过我妈妈。龚先生，我还需要一些时间去接受这一切，还请您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再生老爷，我等太久了。楠楠，老爷找了你9年，公家上下也等了9年，我会慢慢等，直到你能接受老爷那一天。如果你真的那么在乎，就不该给傅成景下毒。啊，这是解毒剂。龚先生，给他下毒不是我的本意，是手下人干的，他们急功近利想害他，那帮人我都狠狠惩罚了他们。那解毒剂我想直接交给你，但是我没机会联系你，没想到傅成景还撑了那么久，他就一直没让你知道。哎呀，老爷，你不是想害人，况且他是你最在乎的人。楠楠，能原谅老爷吗？你有什么条件？条件？什么条件？你是我公家的宝贝，我龚守义的亲外甥女儿，怎么能为男女和你谈条件呢？龚家和傅家一直不和，您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就把解药给我？难道您不想以此威胁傅成景，壮大龚家？说实话，想，但是龚家100年来有起有落，却屹立不倒，靠的就是行得端，立得直。傅成景解毒只需1/2的药量，多的部分是老爷怕你不放心，送给医院化验时化验用的。楠楠，在你心目中，龚家是怎样的存在啊？我不知道。看来你真是忘记了，9年前你救起了傅成景，他却忘恩负义，把你带到了南市。老爷再见你就比登天还难。我不想听你这些。如果这个解药真的可以救傅成景，我会考虑可以去看看的。知心呐，龚老爷子，今天时间差不多了，就先到这儿吧。知心呐，你要好好考虑。老爷，您就这样把解药给他？现在就谈条件，容易引起楠楠的反感，也不会参与我们后续的研究，倒不如让他先信任我们，
也容易造成他和傅成景之间的误会和嫌隙。王爷，那个魏成风遥控台真是不知好的。这儿的天头打过了，事情要处理干净，线索都断在他那里。老大，什么事？千里迢迢来海城找我？你自己看吧。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你这些资料我已经有了。他刚开始跟公家接触的时候，我都已经提醒过他了。我没想到他一而再再而三的，他还给你下毒。我们好好的三兄弟之间的感情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路走歪了，谁也拦不住。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下毒的事他算是主谋，把这些证据交给警察。接应的人到了。自首吧，你跑不掉的。呸！我一定会有机会东山再起的。你想当傅成景的狗，就他妈自己当吧。放开我！来，老板，喝口水。这么开心？能把您的命保住，我当然开心了。难得你的研究速度有一次是符合我预期的。这样吧，把你的研究过程结果做个报告，让我这个老板也开心开心。我给你们1分钟时间交代清楚。老板，我不知道，是云助理把药给我的，我检查了没问题，我就给您用了。林俄语你卖我卖的也太快了吧！老板，我是绝对不会背叛夫人的。是公家给的，对吗？我让你们看着他，就是为了不让公家人跟他接触。你们两个联合他来诓骗。那夫人都规划好了，那我们一直在梅园守着，也没离开。再说了，夫人现在不是安然无恙吗？等这件事情过去了，你跟17都要冷罚。那宫守义人也没提条件，马上就把解药给我们了。你真以为他什么条件都没有吗？哎呀，你就别责罚17跟云深了，以后他们肯定只听你的。就你主意多，胡闹！好了，现在空腹去做体检，一会儿还要抽血。饿了吧？又吃啊？得吃。你不饿啊？肚子里的小家伙还想吃呢。今天还抽了血。啊？你要当爸爸了。这些你没事吧？傅成景，你不仅是我的丈夫，更是我孩子的父亲，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，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
你知道吗？我做过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在梦里，你为了救我死了。我当时真的特别后悔，我没有想到你会愿意为我去死。因为我好好活着的前提是你在我身边。如果你不在，那一切都没有意义。在你梦里，我死了以后，你怎么样了？傅成景，上一世在梦里没有像现在这样爱上你。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你为什么要控制我、霸占我，但是又愿意为我去死。直到我看到了我姥爷，他不像现在这样慈眉善目的样子，而是傅成景，我不要你死。这辈子我来保护你。我喜欢的是宋一安，就算是今天嫁了，我也会把你们傅家搞得鸡犬不宁，直到离婚为止。太好了，还能再见到你。知心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知心，吃饭啦！奶奶，奶奶，你慢点儿，这可是双身子，摔着了。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陈景说你天天呆住不了，让我这老家伙呀来陪陪你。奶奶，这些都是您做的？可不，我可好久没下厨了。程景都捞不着吃，今天特意给你露一手，那我可得好好尝尝。奶奶，你手艺真好，看来我这手艺还没退步。跟你说呀，当年可就凭着这一手拿下程景他爷爷的。真的？那我可得好好学学。你这用学嘛？程景现在还不是被你手拿把掐的了？来，尝尝这个，尝尝这个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奶奶，我可能就是孕期波动比较大，突然就有点感动。丫头啊，这20多年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就当你的亲奶奶。我可以当你的亲奶奶吗？当然可以，奶奶，我终于有一个懂我的家人了。哟，今天想起来看我了。知心呢？知心在家养胎呢。哦，奶奶，再过段时间知心就要过生日了。那是要我准备什么礼物吗？我想让你当知心的奶奶。要我当知心的奶奶？我这不已经是他奶奶了吗？不是这个意思。奶奶，这段时间他跟您相处融洽，多少有讨好的成分。我想没有亲人在身边，公家又是那样的存在，我把他强娶过来，身边也没有人支持。奶奶，其实很好。懂了，知心丫头，生日快乐！
从前呢，只看到你任性不懂事儿，从未设身处地想过你在那样的家庭里讨生活。你能像现在这样率真可爱，已经很好很好了。要不是程景提醒，我都忘记了像你这样的姑娘有多难得。这个生日礼物喜欢吗？你把奶奶当什么了？还生日礼物？我只是不知道。给程景，谢谢。当初把你强娶过来，也没有正式追求过你，还让你理解我。我也是第一次爱一个人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再说一次。知心，我爱你。生日快乐！老爷，节哀呀！没想到研制出来的药物效果这么有限，我最有出息的孙子没了。是我天真了，以为夭折的孩子少了，他们的病情也能好转。没想到这么多年的科研成果，只是延缓了他们的病情。你起来吧。要是知心小姐在，你就不会白发人送黑发人。你啊，就不应该这么轻易的把血留下给知心小姐。可他身上毕竟流着公家的血，不到逼不得已，我不会强迫他。我一直希望他有一天能主动回到公家，配合我们搞研究。我会像善待他妈妈一样善待他。可是我还是低估了他对傅成景的信任。公家看似有了转机，实际上这是傅成景放给我们的一点点小恩小惠。这样下去，公家不仅不能回到以前，甚至会就没落下去。放出消息，就说我病重了。知心，这次我要你永远留在公家贡献。傅成景，我比你想象中离真相更近，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。傅成景，我想和你像正常夫妻一样生活，还有我们的宝宝，不想让他活得小心翼翼的。再给我一点时间。你还记得我那个梦吗？虽然它不是很清晰，但我知道公家立足的根本已经不是商圈了，是违法的人体研究。你还知道多少？我和我妈妈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，对吗？你妈妈给你留下的，除了那5000万，还有这一份研究成果。你的血液之所以稀有，也是从你妈妈那里遗传来的。原来我和我妈妈活着，就是为了治公家的遗传病。这就是我一直不愿意告诉你真相的原因。
傅成景，我可以承受，你告诉我吧。公家找了你妈妈这么多，你妈妈是解决公家遗传病的唯一解药，就是她的姑父。她很厉害，能在公家撑起一片天，但是她还是沦为了予取予求的药库。后来她有了你，才决心从公家逃跑，改名换姓，到沈家生了你。9年前，他们曾经找到过你，受不了折磨，从公家逃出来，然后才遇到了我。我失去意识之前，交代他们将你留在梅园，但是我母亲惧怕公家的能力，又把你送回了沈家。不过还好，那个时候公家已经受挫出国，等他们再有能力回来时，就是我把你娶回来的时候。顾守义还在我面前装作一副慈祥的样子，真是人面兽心。原本我想着，只要把他们在商场上的生存环境照看，在国内站不住脚，就能再把他们赶走。现在看来，他们在国外的研究没什么进展，再这样下去，怕是会触底反弹。傅成景，既然我知道了这一切，就不会让你一个人承担。明天我去见宫守义，需要你配合我演一出戏。太好了，知心小姐终于来了。好，做好准备，这一次不能让她离开。老爷，楠楠，真的是你，楠楠。老爷，对不起，我之前明明说好要来看您的。楠楠，没事。老爷在死之前能见到楠楠，很满足了。老爷，这傅成姐的。楠楠，老爷上次就跟你说，你还不愿意听。傅成景，他是个很有野心的人。9年前，他带领你离开，就计划着今天这一切。什么计划？他就计划着把公家的发展空间完全挤占，让公家没有和傅家竞争的能力。老爷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信他的。这一次，我是真的回来了。回来好啊。知心小姐，我带你去你以前住的房间，这么多年了，房间的陈设都没有变过。知道您回来，老爷一定会很高兴的。自从您9年前在那寿宴上走丢后他就再也没有当过生意。是吗？那您早点休息。没想到回到公家，能让我找回更多记忆，也是时候跟顾守义挑破这一切。傅成景，疼我。楠楠既然回来了，研究所也可以重启了，你就
老大，不好了，林博士那边。资料呢？他们好像提前得到了消息，把资料都带走了。所有。好，20年前阿忍带走了咱们的核心资料，让咱们的研究工作停滞了整整5年。好在傅成景还没少做功课，将楠楠的血研究得很透彻。好，那加上苏欣小姐回来，我们这次又可以投资研究了。没错。父亲，若不是您当年不顾一切强娶了母亲，乱了伦理，公家的子孙也不至于承受这些，要靠换血来延续生命。谢谢爷爷。楠楠，老爷，公子贺是谁？老爷，公子贺是谁？子贺是老爷的孙子，意外不在了。什么意外？生病了。楠楠，你这……那他为什么告诉我，如果你能早一点找到我，他就可以活下去？你都想起来了？老爷，公家这么大一个家族，我应该会有很多舅舅吧？为什么我和我妈不在，就萎靡不振了这么多年？楠楠，你先坐下，听老爷慢慢说。楠楠，你虽然是个合格的实验品，但老爷不希望你太聪明。你人太聪明了，就会显得可恶，就像你母亲那样。我母亲的死是你做的？是她自己找死。我当时派出的人已经找到她了，给她2个选择：一，回到公家，我们公家人不计前嫌；二嘛，就是把毒酒喝了，离开人世。所以他选择喝下毒酒。他喝下毒药以后，笑着看着我们说：“他刚生下的孩子，他给掐死了。”这就是说，我们公家塑造的2代产品都没了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公家要断后了。9年以后，我终于查清了真相。你和那个死胎儿根本就是双生儿，只不过一个一生下来就死了。阿元瞒过了我们全体公家人。是你们逼死了他！我们逼死他？你知道这9年里我们公家死了多少人吗？整整47个。所以什么想念，什么亲情，没有一点是真的。你们就是为了骗我回来利用我。这出生就是为了拯救公家，你无非是受点苦，公家就会把你当神一样的供奉起来。做梦！送他去北院。怎么还没动静啊？快了，他们的合作对象全部毁约，他们坐不住的。带所有人集合，今晚行动。好。楠楠呐，别像你妈妈那样不知好歹。我们公家用好吃好喝供养着她，只想用她的骨髓去救你的舅舅们，她为什么不满啊？后来我们好不容易让她怀上了你，她居然偷了跑，
你有把他当过一个人吗？你把他圈养起来，抽他的骨髓，让他那一生都听你的安排，就为了什么狗屁公家的延续？你没有人性！哼，她毕竟是我亲闺女，她身上流着公家的血，她为公家付出理所应当。就像你跑了这么多年，还是回到公家，实现你的价值，这就是命啊！走开！楠楠，你要好好配合，这样少受点罪。有事就说。没事，我只是预感不太好。老板，您之前把夫人保护的那么好，为什么这次愿意让她一个人去冒险？你说万一夫人……没事，知心经历的比我们想象中要多得多。他既然做了这个决定，我愿意相信他。我最后再说一遍，你要好好配合，继续带领着公家辉煌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就是最大的功臣，你是公家当之无愧的女主人，无数的人都在羡慕你。哎呀，要什么富太太？如果公家真有这么好，我妈当初不会选择逃跑。你不就是把我们当做小白鼠吗？你怎么这么傻？你以为傅成景把你紧握在身边那么多年，他不就是为了利用你吗？我相信傅成景，而不是你这个罪犯。这些年，你为了公家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你逃不掉的。你死了这条心，我是不会配合你的。傅成景，你怎么还不来？你快来啊！你是在讲这个吗？顾守义呢？你谁？老板，定位器在垃圾桶里。是不是讲这个？还在里面装了定位器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左脸的演技，用张离婚证骗过我。楠楠，不要害怕，也肯定不会伤害你。毕竟，这肚子里装的是我公家新的希望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不要装了。作为一个母亲，无意识的护住肚子，这样的动作。你做过不是一次两次，天意呀！我公家崛起的时刻到了。阿福，老爷，立刻回基地，我怕傅正景万一回过味儿来，这里也不安全。是，马上准备。哈哈哈哈哈！找啊！就算把云城翻过来，也要找到他们。老板，我已经按定位器的行程找了一遍了，完全没有踪迹啊！连同20年前公家名下的产业开始查起，不管是旧址还是废墟，都给我翻个遍。不对，一定还有什么线索。怎么办，宝宝？妈妈该怎么办啊？你说那女人藏哪了？不要！这里就是
上一世他们把我抓来的地方。别管了，别管了，放开我！一定要注意尺度，他没了没关系，一定要保住肚里的孩子。沈之行，你不能哭，快想办法，万一你的意识不清醒了，就再也逃不了了。除了那5000万，还有这一份研究成果，公家找了你妈妈的。你妈妈是击决公家遗传病的唯一解，就是她的孤独。所以你也会遗传到我们的特殊性，他们不会让你有事，对不对？宝宝，对不起。王老爷，自己相信他。什么？侦查啦？求求！救什么救呀？没啥事儿，马上就能出院了。求求你了！好好休息啊，有事按铃。没人说什么？你看他像是会说话的样子。干嘛？耍流氓啊！神经病，谁爱欺负谁？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老板，还是没有消息。一定还有什么线索？老板，你都2天没睡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夫人没找到，您先不行了。哎，你没有岳夫人进去，人命关天，起开！你就是傅正景？我是。那你认识一个特别漂亮、20出头的孕妇不？我认识。哎，是她吗？对，是她。她让我给你的。我这好管闲事的毛病。她在哪儿？绿景医院。哎，你们等我把话说完嘛。他就给了我半个玉佩，然后跟我说傅氏集团傅成景，最后还说了个什么火车啊，对，火车。火车？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2个凶神恶煞的人一直在病房盯着，我们也没法交流。他怎么样？他好像撞了，出了点血。哎，没什么事儿。哎，那个谢礼我们会送去医院的啊，先走了。哎，还有谢礼，别跑一趟。楠楠，老爷是来和你道别的。你回来了，公家很快就会有起色，爷爷也安心去养老。你要好好配合，如果有了成果，你也能很快恢复自由。成果，恐怕只要我不死，我身上的价值就不会有被榨干的一天吧。楠楠，你看得这么通透，为什么还选择回来？如果我不回来，你就会把我身上的秘密公之于众，让傅成景成为众矢之的，不是吗？那我还不如主动回来，还能创造把你击垮的机会。
不愧是我公家的宝贝，聪明，太聪明了。可惜你没机会了。是吗？怎么了？他身体有什么问题啊？孕早期，孕妇本来就需要安慰药，你们倒好，把孕妇折腾成这样，不仅营养不良，还贫血。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……那没别的问题了吧？这问题还不严重吗？必须重视起来，不然不仅宝宝，连孕妇也会受到很大伤害。是。得打营养针，在医院再观察2天。好笑吗？哎呀，雨过天晴啊！这个夫人和肚子里的孩子都没事儿。哎，老板，今天晚上我睡觉都得笑醒了。你醒了？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让你说吧。公家的人会怎么样啊？不知道，要等法院判决。宫守义今年75了，应该会减轻处罚，但他本身癌症晚期，日子不长。至于其他人，该交的罪证我都会交上去。我会出庭作证的。你先好好养着。这些以后再说。哎呀，少夫人呐，赶紧休息吧，明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可不能出差错呀。放心吧，我这不刚把那小崽子控制着吗？都折腾我1天了。老婆。傅成杰，你干嘛？老婆，你送我的第1条领带找不到了。找不到就找不到了呗。不行，明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一定要带那条领带，那个是你为我设计的。那看见没？他都看见你了。戴上试试。17姐，想我没？哎呀，我来不了婚礼现场，老板给我安排事儿了。哎，但是我也看直播呢。17姐，我也会打领带，以后你的领带我给你打呗。我自己有手。哦，那个17姐，我先去忙了，不跟你说了啊。你知道我等了今天等了多久吗？还不是你忙，生个孩子的功夫就成大设计师了。等你抽空结个婚，太难了。老花头来啦！戴上了啊，这辈子护我一生出去。哥，快点啊！这个，前世不见，今生不见，这就是我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。妈妈说，如果没有那次重生，若不是我爸一直对他指路出剑，那就没有我。如果不是太奶奶宅心仁厚，不计前嫌，那也没有我。如果不是黄奶奶的细心照顾，石青云的尽心保护，也不会有我。不管妈妈有没有骗我，不管是梦还是重生，但是妈妈说了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